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7月10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好，我们已经连续学了2天关于钙这个字的用法，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因为钙这个字有非常多的意思，欢迎大家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老师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10点半台湾时间，北京时间的10点半晚上10点半老师都会跟大家一块儿学习中文。老师的课是免费的，欢迎大家跟我一块儿学习。在脸书还有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到YouTube 油管上面来订阅老师的油管频道。老师的 YouTube 频道是 Richard Chinese Language。 好，我们现在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我们来练习一下。好，9544。好，中文要怎么说？9544，我们再看一遍，9544。好，9544。对，今天我迟到了，因为刚刚跟大叔们在聊天，聊一聊忘了时间了，突然想到，对，我要直播。好的，佳妮还有 Hardwin 裴静9544步 ，Henny 宋平立新9544，林子9544步，还有春娇 Sicom 今天老师跑了9544步，还有 Charles Richard Jenny 9544步，非常好。好的，对 Jenny 9544步。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赶快来上课吧。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字是钙。钙，今天是第3次了哦 ，Episode 3 Part 3。 OK，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钙当做动词的用法，因为我们前2天学的是当名词的用法，今天我们来学习钙当做动词的时候怎么使用。钙加上动词的意思是加上、标注或记号。 OK， 标注可以像是 like mark stamp， 好，记号 mark， 所以加上标注或记号就是你会给它一个标志，然后让别人注意到。所以呢，这个盖当动词的这个用法非常的特别，它通常会用在这3个地方上面。所以我们现在来学习这3个词汇。第一个叫盖章，盖章。好，这个章我们中文是印章的意思啊，这里的章是印章。不晓得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印章？我觉得像欧洲、美洲那边的人是没有印章的，因为印章通常会刻中文名字，所以可能华人会有印章。我不晓得日本人有没有印章。林子，你们有印章吗？或者是东南亚的同学，你们有没有印章这种东西 ？Stamp， 印章上面呢，通常会刻你的名字。像理查老师就有印章，那老师去银行、去邮局的时候会用到印章。如果你在纸上盖了印章，表示是有法律效力的，有那个 legal effect 所以盖上印章等于你同意了这个合约，同意了某一件事情，盖章这个章就是印章 stamp。我觉得欧洲、美洲的人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东西。中国台湾、香港这边有，日本也有印章太好了。公司，对，公司有公司的章公司章公司的印章。还有呢，像政府单位我们要盖印章像公文official document， 公文上面我们也会盖上印章部长的印章，
总统也有印章，不过我记得在美国是用签名的方式，好像在美国是没有印章的，好像美国总统都是用签名的方式，对不对啊？买房子的时候需要盖章，对不对？所以林子告诉我们，日本有印章然后公司也有印章。那在越南呢，印章一般是用在公司，没有用在个人身上。No individual use for company only。好，那我了解了所以日本有个人的印章，在台湾也有好，印尼也有。好，那我了解了。好的，那所以我们用的动词就是盖，这个动作就是盖章，盖章。好，那么如果你没有印章的话，有时候我们借钱会盖指印 fingerprint， 盖了指印表示你同意了这个合约或这个条件fingerprint 盖印盖指印，盖指就是手指，印就是 print， 盖指印。现在很少人盖指印了比较少。好，盖邮戳。好，各位同学，什么叫邮戳老师给你看一下，邮戳就是呢，我们会在我们寄信的时候，会在信封上面贴上邮票 stamp 邮票，这个就是邮票。你们有寄过信就知道了，我们会在信封上面贴上邮票，然后邮局 post office， 邮局就会在邮票上面盖邮戳，这个东西就是邮戳，表示这个信邮局要寄出去了。邮戳，好，这个字比较难邮戳就是邮局会在贴了邮票的信封上盖一个邮戳，表示这封信他们收到了，他们要帮你把信寄出去，这个叫邮戳好的邮戳，有的人说邮票上面如果有邮戳的话是更有价值的我不晓得是不是。理查老师以前收集邮票的时候，喜欢邮票上面有邮戳的印好，盖邮戳。好，越南现在比较少人会寄信了到邮局寄信。印度是公司有盖章，个人没有好，个人印章是主管级的人才有，了解。华人不是不会签名，华人是签章Chris， 这个我们在中文叫签章，意思就是你盖章是不够的，你还要签名华人是又要盖章又要签名，这个我们中文叫签章。也就是说，在合约上面，我们不只要盖章，还要签名 ，like double assurance 所以我们不会写盖章，我们会写签章，要你签字，还要你盖章，我们叫签章。签章安全吗？签章是签名加盖章，一般来说，你的签名是比较少有人可以模仿的，所以签名很安全。盖章的话，当然别人可以帮你盖章，所以一般来讲，又要签名又要盖章是比较保险的比较保险的。而且盖章跟签名都具有法律效力都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呢，什么叫法律效力？表示你签了这个合约之后，你就要负法律的责任，你要负法律的责任 like legal responsibility 好，对，指印是以前的时候，古时候的人会用盖指印或者盖手印，你也可以说盖手印或盖指印好 OK， 所以各位同学知道了盖的另外一个意思，当动词的时候就会这样使用好的，我们来做题目。警察要他 wanted him， 要他章纸上盖在。好，各位同学，这题我想不难了，你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做盖章了。这题很简单，请问答案是什么？警察 policeman 要他，要就是命令他做这件事情。
妈妈要小孩去洗碗，order want OK， 爸爸要我去写作业，好，所以要就是 orde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好 ask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警察要他在纸上，警察要他盖章在纸上，警察要他在纸上盖章，这个比较好。好，警察要他在纸上盖章，很好。在纸上是个 location， 中文会把 location 放在主语的后面，要他在纸上 verb 盖章，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中文会把地方或时间放在主语他的后面。警察要他在纸上 place verb 盖章，好，警察要他在纸上盖章，非常好。好，我们再看下一题，指印文件 document 文件，盖过，好，盖是动词，过表示过去的经验 already have already 过 means already OK 的，具有法律效力，好，法律效力就是like legal effect， you have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K you have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法律效力，好，这个词要记起来，比较难一点。具有就是有的意思，不过通常用在比较正式的地方，具有某一种 ability， 具有某一种 effect， 我们会用具有，具有 especially for feature or for ability or for some effect， 具有a formal use for 有。好，对，好，请问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好，所以各位同学，你看这边有一个指印，对不对？那表示这一份合约或者是这一份文件，它已经有了法律效力，你必须要为这个合约负上责任的啊。好，盖过指印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盖过指印盖过加尼的比较好。OK， 加尼的是正确的。盖过指印的文件 ，the document that 好，盖过指印的，这里的的其实就像英文的 that or which。OK， 盖过指印的文件 ，the document that 好，盖过指印的文件，用写，一般不会啦，一般还是我们会用那个印泥，那个我们叫印件，印件吧，印台也可以我们说印台或印泥，就是我不晓得英文怎么说，你要盖章的时候，你要用这个东西，印台或印泥，你要把你的章先蘸一下这个，不是蘸，先压在这个印泥或印台上面这个东西你用你的印章在上面压一下，你就可以盖章了。这个叫印台或印泥这个叫 ink pad。OK， 很好 ，ink pad。好，印台或印泥，你在上面压一下，你就可以盖章了好，不用写盖过指印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非常好。OK， 具有法律效力，你签过名的文件也有法律效力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分享老师的频道。好，也欢迎再说一次欢迎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还有脸书的朋友到 YouTube 来订阅老师的频道。老师 YouTube 的频道是 Richard Chinese Language， subscribe please。好，我们再来学习盖当动词的另外还有别的用法盖的另外一个用法当动词是搭建或建筑。好 ，to build to construct。那这个用法很多人会用
建这个字，不过盖是更常用的。所以各位同学，盖就是一个搭建比较口语的用法，日常生活很常用。我们其实很少会说建造，很正式的用法啊。你们可能平常说话的时候，你会说建造一个房子，搭建一个房子，建一个房子，这些都是正式的用法。建筑是通常用在名词上面 building 啊。那其实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很少用这些词，我们用的是盖，盖房子，盖停车场，盖狗屋，我们其实都用盖。平常说话比较少用建造或搭建，这个都是比较 written language， 比较正式 formal use， 比较正式的用法。好，所以今天你们学到盖这个动词了，以后请你常常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平常会说建造房子吗？会，但是很正式。一般我们口语中都说盖房子就好了。盖房子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他的工作是盖房子，盖是一个在口语中很常用的动词啊。好，老师念一次：盖房子，盖房子，盖停车场，停车场 parking lot。那如果是 space， 一个一个的 parking space， 我们叫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parking lot 停车场。那 parking space， 当然停车是 park 停车，请帮我停车 ，Please park my car。停车可以当动词 ，park to park。停车场 parking lot。那 parking space 有没有人会说？考考你们，中文怎么说 parking space？ 你们是不是被老师考倒了？好，停车什么 ？parking space 是停车。好，我告诉你们好了停车。哎，答对了 ，Chris 好厉害，停车位，停车位 parking space。所以一格一格的我们叫停车位，一整个 lot 我们叫停车场停车场好，停车位，好，记起来。好，我们还可以盖狗屋、狗屋、狗窝都可以，我们也可以说狗窝狗屋或者是狗窝都可以。好，我们中文说 dog house 可以说狗屋或狗窝都对盖狗屋、盖狗窝都可以。好 ，OK， 我们来做题目。学校计划在旁 like beside 盖，停车场一个，教学楼 teaching building 教学楼。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学校计划在旁盖，停车场一个，教学楼。一只鸟在盖狗窝，一只鸟在盖鸟窝，不可以，盖是人才可以盖一只鸟在什么鸟窝？这考倒我了耶！一只鸟在做鸟窝，我查一下好不好？我还真不晓得鸟窝要怎么用做吗？鸟窝，母鸟在盖鸟窝，母鸟在做鸟窝，母鸟在做鸟窝，做鸟。我可能会用做吧，母鸟在做鸟窝，母鸟在做鸟窝。对，我不会说有一只鸟在盖鸟窝，不会，可能是做吧。我们中文有个词叫筑巢啦，我们会说筑巢筑巢。
这只母鸟在筑巢，我们不会说盖鸟窝，我们说筑巢哦，筑巢。我打给你看啊，鸟在筑巢，我们一般不会说盖鸟窝或做鸟窝。这只鸟在筑巢，这是我们中文会说的方式。这只鸟在筑巢，我觉得我们会这样说，不会说盖鸟窝或建鸟窝、做鸟窝、筑巢哦。这只鸟在筑巢，像有时候会有燕子在屋檐上面筑巢啊，筑巢是一个正确的词。好，Chris， 你的问题很好啊，你的问题很好。好，学校计划在一个停车场旁盖教学楼，也可以。学校计划在一个教学楼旁盖停车场，也可以。OK， 可以的。If we don't read the English, of course, you can switch the two places. 你可以说学校计划在一个教学楼，学校计划在教学楼旁盖一个停车场，这个是老师希望看到的答案。但是有人会说，我可不可以说学校计划在停车场旁盖一个教学楼？也可以。If we don't see the English, of course, you can switch the two places. OK， 好，学校计划在教学楼旁盖一个停车场。OK， 好的，好，有点难，对不对？学校计划在教学楼旁盖一个停车场。学校计划在停车场旁盖一个教学楼。Of course, if we don't see the English sentence. OK， 好。OK， 好，我们再往下看，最后一题，我们为，好，这里的为是 for do something for someone or something， 为，我们为小狗狗屋一间盖，好，当然我们知道屋子或房间的量词是间哦，一间狗屋，好，记得哦，屋子，一间屋子，一间房子，一间学校啊，间是 building 的量词啊，好，狗屋 dog house， 我们为小狗盖一间狗屋，我们为小狗盖一间狗屋，好，我们为小狗盖一间狗屋，好，盖跟建有什么区别？海山就是建是比较 formal use， 比较正式的。我们为小狗建一间狗屋，而且建是特别是大楼，我觉得我会用建是用在大楼上面建造，然后建是比较正式的用法，盖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 to build。日常生活我们很少用建，因为它是比较像正式 written language 比较正式的用法，盖才是我们的 daily common use for to build。 所以我会说盖大楼、盖房子、盖狗屋，盖才是我平常会用的词，建是很正式很正式的用法，我平常很少说建房子哦，我会说盖房子哦。好，我们为小狗盖一间狗屋，很好。好，各位同学有没有别的问题 ？Hello， 汉罗，我们为小狗盖一间狗屋。好，那么今天我们把盖的用法都学完了。明天呢，我们来学习什么？我看一下。明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HSK 第5集的词汇了啊！明天我们要学习 HSK 第5集的词汇。那么今天的盖是很重要的用法，请你们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因为这些用法我们每天都会说啊。好，那么我们明天见喽，各位同学晚安。OK，see you tomorrow，我们明天见。